Excel 是目前最流行和最强大的电子表格应用程序之一。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数以百万计的企业、组织和个人依靠 Excel 来处理数据。要想从你的数据中获得洞察力，进入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。为了有效地使用 Excel， 你需要了解公式和函数、透视表、条件格式等。微软的 Excel 正在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或 AI， 使其更容易使用。在本期视频中，我们看看如何在 Excel 中使用人工智能，来获得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洞察力。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，或许你只需要点击一个按钮，然后提出你想要完成的操作， Excel 就会自动帮你处理，再也不需要使用一些复杂的函数。如果你需要长期使用 Excel， 今天的视频一定不要错过。另外，今天的视频将使用英文版的 Excel 进行演示，具体原因在视频的后半部分有详细说明。这里有一份销售数据，为了分析这里的数据，我可以使用公式和函数，还可以插入一个透视表，或者使用条件格式化。但所有这些操作都需要有一定的 Excel 基础。在最新版的 Office 365中，由于人工智能的引入，你不再需要任何 Excel 知识即可以完成数据的分析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演示吧。将光标移动到 A1 单元格，点击 Home， 然后选择工具栏的 Analyze Data。如果你是中文版，也可以按照对应的位置进行操作。点击 Ask a question about your data 下面的输入框，输入一个你想要的分析结果， Excel 马上就会给出答案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了最近火爆的 ChatGPT， 让我们实际测试一下。我想知道这些数据中每天销售不同产品的单位数量。如果使用公式和函数会需要很长时间，但在这里我只需要简单的表述我的问题，然后让 Excel 输出一个折线图。输入问题之后，按下回车键，然后看一下这里， Excel 自动生成了一个图表，显示了所有这些不同产品的销售额。在这里我只是简单描述了需求。如果想保留这个视图，只需双击这个图表，就会插入一个新的透视表和一个数据概要。我可以修改这些数据来获得更准确的视图。我们再来更换一个需求，比如我想按月汇总进行查看，在这里将 day 改为 month， 然后按下回车，即可得到一个按月份汇总的图表。如果我想得到一个柱状图，只需要将 line 修改为 column，按下回车键，它就会自动生成一个柱状图。我甚至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汇总表格。这里显示的是按月汇总的一个表格格式。只要我可以清晰地描述需求，数据分析非常容易。到现在为止，已经问了很多问题，但我想看看，既然是人工智能，也许 Excel 可以提供一些见解。我想知道在一年中的这几个月，销售趋势或者是否有销售异常。现在它已经分析了所有的数据，看起来销售有异常值，在12月3日和12月12日都有异常值。在这里可以看到，12月往往是一个较高的月份，比一年中的所有其他月份都要高。这两个日期很突出。Excel 快速分析了所有的数据，所以我知道12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。尝试一下其他的数据分析。这里显示一个数据，与销售的所有其他类型的饼干相比，巧克力片销量明显更高。为了确保这个畅销量，质量品质一定要做到位。我想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我们的大客户都有哪些呢？这里也可以不必输入一个完整的句子，来自不同客户收入的数据分析立马就显示出来了。向上滑动，
看看人工智能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。如果我想按照客户 ID 看一下平均收入呢？向下滑动找找看，试试人工智能的建议。当我们看平均收入时，实际上发现这个客户是我们最优质的客户。如果你认为加入人工智能的 Excel 已经非常强大了，看看接下来这个案例。假设我想知道总利润是多少，按照总利润由所有收入减去所有成本计算。我再问一个问题，总利润是多少？按下回车键，在这里它只是返回收入的总和，那是这一列的总和，它并没有把成本加起来再从收入中减去。让我们再试一下，在这里输入收入减去总成本，然后按下回车键，这里返回的是收入总和和成本总和。虽然结果很接近了，但它并不是差值，并没有让我完全达到目的。也许在下一次更新迭代中，你可以再次尝试提出这样的问题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所看的很多操作都需要你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描述，但有时你可能不知道要问什么。在这里点击后退按钮，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 Excel 给出的建议，你可以点击一下，也许这些问题中的其中一个就能满足你的需求。如果我们在这里向下滚动一下，你可以看到一些例子的答案，可以看一下这些，看看是否有一个关于数据的有趣观点。当你表述你的问题时，你要确保它尽可能的具体，这样你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。下面我们来聊聊为什么使用英文版进行演示。在最新版本的 Excel 中文里，开始菜单下也有数据分析的选项。这个选项通过数据分析之后也会给出建议，但是它少了人工智能的输入框，无法通过自己输入问题或描述完成数据分析。目前尚不知道原因是什么，期待中文版可以早日更新该选项。